他就是想把他的一些观念灌输给我，他对我来说就是圈养。上海的话，经济发展会比较突出，大家会觉得是块自由之地吧。通过疫情这件事情，会发现上海好像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自由。来了东京第4个月的时候，就确诊抑郁症这个事情了。日本让我既脱离了我的家乡，脱离了中国，我又是剥离在日本社会之外的，让我能够去审视中国，然后审视日本社会，它是我看世界的一个窗口。精致、专业、完美契合日本上市房企弊端销售的人设，这是本期嘉宾阿 K 给我的第一印象。22年上海解封，家教严格的他为追求自由，提前1年来到日本。谁能想到，这位就读鲁迅母校的女生，初到日本就确诊了抑郁症。从绝望到痊愈，到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她如何打破上海女孩的传统印象？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欢迎阿 K 来到本期的节目的录制现场。22年的时候来的。对，22年大学毕业之后来读大学院。那在国内大学修的什么专业啊？日语专业。那等于是刚上大学就很确定自己读完就一定要来日本吗？差不多是这样子。既然学这门语言，就想来这个国家生活一下看，试试看。像我们学校可能日语它交换项目比较多一些，对，这种出去的机会多一些，然后我就选择了日语系。你为什么那么执着要出去呢？就出国呢？就是想出来看一看。从小可能就是家里管得比较严，然后像读大学、读本科，就是也不让填外面的志愿。从小到大都是在上海长大，然后读书也全部是在上海，就没有换过城市，就可能想尝试一下新的环境吧。所以是很典型的上海女孩。对的，对的。那我有一个好奇啊，不对，不典型，不典型。对，逃离上海这个追求自由，没必要说一定要出国呀。中国那么大，很多地方都可以去。那我可能说的自由就是想看看别的国家是什么样的，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可能日本对我来说就是看世界的一个窗口。自由这个词实际上挺宏观的，每个人对自由理解不一样。那你理解的自由是什么呢？可能我偏向性指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方面的自由。对。那这个跟不在上海有什么关系呢？确实，上海的话，在我们的印象里，可能会觉得是经济发展会比较突出，然后思想发展也会比较先进，大家会觉得是块自由之地吧。但是可能就经历过疫情，特别是我22年在毕业之前，在学校被关了3个月，被关在宿舍里面，我没有办法出那个房间，可能这个房间这么大吧，10个平方。然后4个人一起住嘛，4个人在10平方的房间里2-3个月，封了3个月。对，当初被封的时候，心里的变化是什么样子的？当初其实首先不知道会封这么久，但之前也封过一次，但可能就封了1-2天就放了。那天突然又说要封，我们也不知道会封这么久，就可能只是去楼下超市囤了点零食，然后以为就几天就过去了，最多1个礼拜吧。结果就3个月，一点一点突破了心理的防线吧，这样子。幸好是4个人一起在宿舍里还能聊聊天。一个人可能还会自由一点吧。一个人还自由一点。想10平方4个人住。之前只是单纯舍友，动线不只有宿舍，你要去图书馆、去食堂，你回宿舍可能就只是睡个觉，待的时间没有这么久。但你一旦分了那里，然后又像坐牢一样的那个作息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通过疫情这件事情，会发现上海好像也没有那么我们想象中的自由。封城一结束就出来了。对的，对的，就是逃出来了。你用了一个词是逃，所以它不是计划中的吗？也是计划中的，但是可能就会推进的更早一些、更快一些。之前实际上已经有在申请修士，对，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一封就说不行，我赶快要逃，我先出去再说。是的，就怕出不来。刚开始是在东京读了半年语言学校，然后一方面准备考试。你大学本科修的是日语，还需要读语言学校吗？对，就是不需要，就是因为疫情，然后所以没有签证，然后就通过语言学校先办了半年的留学签。就人先出来再说。对，封的过程中已经想好了我要加速这个进程。是的。有做了什么实质性动作吗？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订好了机票，然后把语言学校包括租房都已经联系好了。4月份在封城的时候订的几月份的呀？订了7月份的机票嘛。
那你怎么就确定说7月份能解封呢？4月份的时候，可能还是刚开始，虽然已经超过了1周了，那可能1个月总归要结束了吧？3个月以后，那肯定更加没问题了。就实际上歪打正着的定了一个最合适的机票，就最早基本上也就7月份才能出发了。对，但是那时也不知道，不知道，只是歪打正着定到那个时间。东北大学好像是这个鲁迅的母校，哎，是的，是的，鲁迅是东北大学的特色。鲁迅在仙台只待了半年，他就弃医从文了。对于这两个国家和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还是影响挺大的。毕竟是这样一个伟人，鲁迅对他来说很大一个层面是中日沟通的一个桥梁吧。他保留了鲁迅曾经上课的教室、以前的成绩单或鲁迅的雕像和他以前老师的雕像、藤野先生的雕像，我觉得起到了一个文化沟通的一个作用。仙台应该是日本整个东北地区的第1大城市了。是的，是的。对仙台这个城市的印象怎么样？仙台感觉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第1大都市，因为基本上在仙台那2年，东北其他城市我也都去过了嘛。会发现确实是穷乡僻壤的感觉，就是交通也不太发达，然后经济也就那样，然后仙台相比起来确实是很发达了，但是跟东京确实没有办法比的。你从上海也好，东京也好，一下子去了仙台，心理落差会不会很大？我反而是没有心理落差，反而是很惊喜，就是了解到有仙台这块地方之后，我才会选择东北大学，可以是这样说的，是我后期积极选择东北大学，积极想要去仙台生活这样子。反而是相反的，我想要逃离大城市，想要去试试看慢节奏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在上海长大，太熟悉城市这一套了。来日本之后，先是在东京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本来就有适应性障碍嘛，对这个国家，东京对我来说也是那种很冷漠的大城市的那种印象，既有发达的地方，然后又有很朴素的那一方面，然后就觉得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就会很吸引我。修的什么专业啊？教育科学。教育学放到一个文科大类里面，其实和哲学和社会学也都是可以相通的。我选择就是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这样一个分支做一些研究。普遍觉得日本的社会是比较压抑的，结合你的专业来看，是怎么理解的？从教育学的角度，他们从小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注重一个人间性、协调性，然后集体主义，就是给他们灌输要严格遵守规则，要学会读空气，要有欧莫伊亚力，要配合别人，然后要学会有时候压抑自己的想法来去配合别人，为集体做贡献。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悖论在，的确是让整个日本社会运行的非常和谐，但是它是压抑了很多人性的。这里跟你的自由有冲突吗？有冲突。你觉得这里是你理想的自由之地吗？我还没有办法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说，我在日本才第4年，其实还是很浅的，我不能够说我已经很了解这个社会了。另外一方面，我自己的想法也在变化，也在成长，追求的东西在每个阶段也不一样。在现在这个阶段，日本还有我想留在这里的理由。修士毕业了以后找的工作跟你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吗？完全没有关系。日本这边普遍实际上专业不是特别看重。是的，和国内的评价机制是不一样的。在日本找工作的话，特别是文科，选择很多，基本上和自己专业不太相关。现在在日本代表公司从事不动产行业，负责投资收益性的楼销售的一个工作吧。当初毕业了以后到找到这份工作还顺利吗？也花了很久的时间，但是不是因为找这份工作花很久时间，因为文科毕业你选择很多，然后我不想做老师，所以我就在其他这么广泛的文科生可以选择的范围里面找合适我的方向。对，在这一方面花了很多时间。最后选择不动产这个行业，也不是因为这个行业我才选择的，是因为这份工作本身是一个海外营业部门嘛，工作的内容和这个职位吸引了我，然后就进了这个公司。我是前1年的5月被内定的，第2年的4月份才入职。对，被内定了之后你就进入这个培训期。有工资吗？培训的时候有工资。那能 cover 你的生活费用吗？那肯定是 cover 不了的，对，我还要自己想办法。有问家里要钱吗？没有问家里要钱，毕业之后就没有要钱。大部分人呢，给上海女孩子的第一印象就是家境优越、娇生惯养，独自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就咬紧牙关说不问家里要钱。也没有说咬紧牙关吧，也是有规划性，跟我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也有关系吧。我父母会把我培养的比较独立一些，像您刚刚说的那种情况也会有嘛，比如说我亲戚里面就会有，也不一定小姑娘啦，那男的可能也会，独生子女嘛，都是。对，我妈妈她在教育我的过程当中，她就会觉得别人的这样的教育方式是不对的，才把我培养的更加独立一些，从小教会我自己做的决定自己要负责。你追求自由的这个路上，要苦了自己去打工，一个人搬到东京来生活，
算不算一种代价？是的，是的，我在刚出国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就是自由的背后一定是有代价。你父母一方面从小就想培养你这种独立的自主的能力，一方面你又觉得我不自由，我要逃离他们，这个中间矛盾到底在哪里呢？哎，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感觉我会选择教育学也和这个相关，就是我妈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脑回路，我真的是很想了解清楚。因为我父母对我教育主要是我妈妈对我的教育嘛，她管我比较多一些，她对我来说就是圈养。就比如说从小他们因为是双职工嘛，然后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时间会多一些，然后呢我妈妈就会限制我要出去和小伙伴玩，只能在小区里面或者是小区对面那个公园，不能去其他的地方。就是说她会给我一个范围，然后在那个范围里面我是自由的，我可以有自己的决定。然后思想上面的话呢，可能他就是想把他的一些观念灌输给我，然后让我照着他的观念去做，因为他会觉得那样是安全的，他会是一个保守型的一个家长吧。出发点都是我为了你好，但是他也没考虑过你究竟想不想要。对，这就是矛盾点，他认为的好的和我认为的好的可能不一样，父母双方都是，他们的学识和见识都没有这么高，我可能就是从小学习比较好，成绩比较好，那么可能就是超过了他们可以控制的一个范围，他们就没有办法给到我一些引导性的建议，他们就会给我一定的自由，让我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不会说束缚我，把我往下拽，他们会想要去托举我，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还是能够出国，还是能够留在国外。刚刚登陆东京的时候有个适应性障碍，最直接就是我抑郁了，就来了东京第4个月的时候就确诊抑郁症这个事情了，已经抑郁的不行了，然后去找心疗内科的医生看，也不算严谨意义上确诊吧，我去的那个诊所可能不太专业，没有做很精确的量表，对，只是稍微一个表格给你填了一下，然后大概症状是因为什么，然后适合吃什么样的药快速改善。后面逐渐怎么样去治愈它呢？对，然后就是开始我自我探索之路吧，也跟我之前说的想要追求自由这个想法也是息息相关的吧。来了日本之后，第一次一个人完全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离家又这么远，周围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就你一个人从零开始，你就没有任何的支撑，也没有任何可以逃离的地方，你就只能去面对你自己内心可能以前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包括你要面临新的生活，要解决新的问题，对，双重夹击之下就抑郁了。我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去直面看心理咨询的医生，跟医生探讨，然后包括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去仙台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快节奏生活导致我会有一些忽视自己感受的地方，在一个慢节奏的生活环境下，会有助于我去调整自己的节奏。大部分人实际上他可能已经有这个抑郁症了，但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发现我可能有点不太对劲的？最明显就是抑郁的症状躯体化了，一个睡不着，然后你整个人很焦虑。像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作息都很健康的，来了日本之后就开始是凌晨1、2点、2、3点睡觉，就感觉呼吸不过来，胸闷。那段时间刚来日本，各方面都不熟悉，就可能学了日语，但是你沟通起来还是会需要去培养你的语言能力嘛。再加上人生地不熟，什么都是重新开始摸索，然后你又面临考学的压力，也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考得上，就开始思考人生，就开始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到底追求的自由是什么样的，整个人就抑郁了，开始暴食，吃很多很多，我开始吃甜品，但是来了日本之后，它那个甜品其实不好吃，没有国内的好吃，但是就会想吃，就会寻找这种多巴胺，慢慢积累到抑郁，它和普通的一个心情不好的区别在于，它这个压力是根源上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然后它就是持续在，那你不是1天2天心情不好，可能从科学角度上说，就是给你大脑发生了变化，然后导致你没有办法去自我的调节了，那个功能失灵了。哪一个契机推动你说去约这个诊所？每天给各种以前的朋友打电话，那天我记得有一天是晚上11点12点了，我还在跟以前的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打电话，他在国内，然后我们聊了1个多小时，在那里爆哭，他就是沉默一会儿跟我说，我觉得你是不是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他说他觉得他有点无能为力，好像需要寻找更专业的帮助，所以就听了建议去诊所看了医生。对，是一个我非常非常信任的朋友，还是很幸运，就是可以去有这样的朋友在身边，并且你也可以听从他的建议去。
是的，是不是拿到东北大学 offer 的时候，这个有大大的缓解？是的，刚开始是这样的，我也以为可能抑郁这个事情就这样是不是要结束了，因为根本性的好像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嘛。但其实并没有。反正总的来说，在东北大那2年，我的抑郁是持续存在的。很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仙台的一个心疗内科的一个诊所，那个医生类似我的 soul mate 一样，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也是完全是日本的医生，但是他就是可能是因为很有经验吧，我在他那里持续看了1年半，然后他也一步步让我改善了我对抑郁症这个心理疾病的看法。心理健康的这个事情啊，在中国很多人他不会去面对这个事情，甚至有的人说我有些心理疾病，很多人还会笑他。那你觉得在日本跟中国，你去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有什么差距吗？我只能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吧。国内的话，还是会对心理疾病这一方面有所偏见，就是觉得是需要避讳的一个话题。就可能没有办法大大方方去谈论它，觉得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事情。像我妈妈也会觉得这个话题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不要到处去说，只跟信任的人说，就很害怕它会变成一个被人说闲话的一个画饼。但是在日本的话，我会发现像我去心疗诊所要预约起来都是很困难，连在仙台预约起来都很困难。就是人满为患，心里不舒服、心理抑郁就去看病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像感冒一样。那么医生也经常跟我说，不用避讳这件事情，只是心理上面的感冒而已，不要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或者怎样。这是日本的医生跟我说的。你妈妈可能也能看得到视频，你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很自由了，追求到你自己想要的自由了吗？对，在这一方面会追求到，就不用听他的，不要跟别人说，我就是想说出来。对对对，我还会尝试去说服他。就是我们的观众的群体里面，可能已经有人有潜在的抑郁，你会觉得对他们来说最应该干的事情是什么？寻找帮助，寻找外界的帮助，一定要寻找外界的帮助，就不要自己憋住，千万不要自己憋着，你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对自己憋着反而就是会更严重。抑郁到一定程度之后，生理性会有变化，你可能大脑发生了变化，它是不可逆转的，尽早去寻求帮助。感谢你这些分享。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住在日本最大的理由是什么？住在日本最大的理由，我还要组织一下语言，它是我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就是说实话，我没有办法去说我喜欢日本哪里，我喜欢日本哪里，因为我也不追星，我也不混2次元的圈子，我甚至不怎么看动漫，我也不玩游戏。对大多数人的印象来说是这些吸引人的地方嘛，但对我来说都没有。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我就能够明显感觉到，日本让我既脱离了我的家乡，脱离了上海，脱离了中国，但同时我又没有办法完全融入日本社会这个圈子，所以我又是剥离在日本社会之外的，让我能够去审视中国，然后审视日本社会，包括审视过去的自己，也就是中国代表的那一方和现在的自己，日本代表的这一方。留在日本是因为我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是我回到舒适圈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留在这里。好，那我们就感谢阿 K 接受我们的采访。前几期的嘉宾 OK 女士和阿 K 一样，于2022年来到日本做了一名护士，她厌恶宏大叙事，深爱日本的一切。我们接着看讨厌吴京的 OK 女士在日本的故事。